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要考虑特斯拉的，但是当时有几个原因吧。第一呢，就是始终有那么一点点没有打动我。其实车的价格它都是百万级的车，但我去选择了一辆燃油车，我没有选择它，就是老是有那么一点点没有打动我。第一，确实我在很多地方看到了就是充电的这种不便利性，就是让我觉得别扭的。我觉得真的是个小短腿儿，它只能是在城市里头用一用，出去跑长途的时候确实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它的补能时间太长了。对吧？加油嘛，我们很快5分钟、10分钟就加上了。你排队排一会儿的事儿，当然不能说加油站没有挤过队，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说很长时间，对吧？但是电动车充电，你真的就是就算没有人跟你抢这个充电，到那儿就能充，你也需要充好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确实是不是让我觉得那么使用上那么便利。第二呢，就是这个说实话，就是未来它在这个。在这个智能电动车的这个智能这两个字儿，我们的体会可能就是，比较一个广义的说法，就是智能座舱。这里边它到底能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功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语音的这个交互的这个能力。当时特斯拉的那个语音交互能力确实让我觉得很鸡肋，就是有，但是你要去说一些，就是交流上起来感觉很不顺畅。你可能它必须有专用的那个词、专用的字眼儿。然后你必须说的非常标准，然后甚至发音也很标准，不能有口音，然后必须甚至有一些我们形容词上来讲，比如我们管它叫什么，然后你必须叫对了，你不叫对了，你叫一个别的名字，可能大概意思是相同的，但是它就不能识别，所以它这个东西当时做的也不是特别好啊。未来呢，从我一开始去试，因为它最开始有试驾车嘛，那会儿我们去试的时候。我就看到它那个就试验的一些功能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毅然决然的就下定了嘛，就这么着。然后用的感受上也是刚才说的，就是服务非常好，然后它的车机的智能性也非常高，然后并且它软件更新的频率也非常快。你像我的车，4年下来了，到现在基本上更新了将近40个版本的软件。就30多个，就是你看，其实4年下来一年12个月，一共48个月，对吧？48个月，我到现在车机软件更新了将近40次，就是平均1个来月就一次。它会一直在去修正它的功能上的 bug， 然后也会在补充所有车主一起提出的一些问题，然后甚至会改变一些。比如说我经历过，就是拿车机导航来说吧，最开始的车机导航是高德的。导航，然后是4维图新的地图，当时大家就说高德不好用，都说百度好用，然后未来呢就把它切换成百度高德并存一段周期，然后直到20年的时候，我记得出20款的那个 ES6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就是大家都不太怎么用高德了嘛，就把百度给cancel掉了，那就不要在车机里边占用那个空间了嘛，对吧？不要占用那个内存，大家使得少，然后把它就给cancel掉。然后后来又经过这个时间的发展，然后可能最近这2年吧，高德的这个确实整个的导航能力又起来了，又做得更好，大家就说，那高德好用。然后未来呢，又在我们最近的这个车，就是去年吧，我记得，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这个车机版本里边就把高德又给加上了。那现在老车型，你像我们的那个第一代的那个 S 奔的那个白杨系统下的那个车型，它基本上都是高德和百度还在并存，你可以选择。但是像在斑岩的这个2代平台的系统里边，它就完全让你切换到高德了。就是其实也是，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企业吧，就这个一件小事吧，能看出来它是还能听得进去车主们的心声，而且并且同时能让你以前买的老车，它也能够一直享受着新的功能。然后如果说我们换个角度讲，就是4年的时间，它这个车5年前发布的，这个时间过程这么长了。一个电子产品确实也面临着迭代的问题，但是呢，确实这一个车毕竟是很贵的一个商品嘛，它不是说简单手机几千、1万人民币是吧？那车毕竟几十万人民币，那还不是一个小钱儿，所以大家也不可能天天谁都出新的我就买新的，这个可能也确实很难做到哈。那考虑到大多数人的这种使用需求呢，它也会去在这个车机的硬件上进行升级。这个咱们今年是吧？就他发布的那个，就是说，你这个我们最新的8155的芯片替换到你原来的那个820A的那个芯片，对吧？然后这个当然是付费的，费用呢，反正大家就是这个就是自己看自己的这个接受能力，然后包括是不是要把原来的车机4G 的这个
网络，然后升级到5G 的网络，是吧？这个就是看你自己的这个需求啊。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应该过去也没有哪个车企曾经能够这样做的，所以它真正的这个 OTA，它不光是软件了，它还有硬件。然后还有包括他自己发现的一些，比如说我举例子讲，就比如说像一些车控功能上的，还有一些车机本身，或者说车本身的一些基础的安全性功能上的一些他们发现的新的问题，比如说技术进步了，原来的东西有的不符合逻辑的，那他们通过软件能改的就去改，哎，然后比如说新的功能增加了。像一些辅助驾驶里边的一些就是城市安全性的，比如行人防碰撞侧向的这种防碰撞啊，然后前后我们在移动就是倒车的时候，我们可能车头在车位里停着，然后需要往后倒，然后倒出这个车位的时候，然后后面两侧会不会来车啊？包括我们停好车以后开门啊，这些一开始这些功能并不是全都有的，或者说行业没有标准的，然后新的有了新标准的，在它的车本身的雷达。算力能够可以实现的这些功能，它通通都给你。就是它承诺的东西可能都没有承诺过，但是后面有了，它只要能做，它都会给你，而且也不用再付费，就增加新功能。对，增加新功能。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就是也是我们买一个智能电动车，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看，在我那个视角当中，能当时选择的也无外乎就是特斯拉和蔚来。在18年的时候嘛，然后小鹏可能是更晚上市的。那我开上了蔚来以后呢，就有一个核心原因了，那就是刚才说到那个补能问题，那就让我放弃不了换电了，因为它是一个最接近汽油车补能方式的一个电动车的补能方式嘛，电池搁在那儿，充满了，我们去换一块满电的就走，那这个时间周期。基本上就是4、5分钟的时间，然后从我们开始下单，然后到我们开始到我们最终把电换完，从换电站里开出来，最多5、6分钟吧。那就跟一个汽油车去加油站用加油枪去加满1箱油的时间差不太多了。它无限接近我们这个汽油车的这种使用上的一个便利性了。那现在包括在国内的换电站，在北京都80多个换电站，就非常方便了嘛。然后我自己个人。我开这个车跑长途，基本上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儿了，因为这个车确实好开。那作为车主是大家都会可以说是一个共识吧，未来的车还是非常好开的，而且开起来的这个安全性也确实挺高的，所以我反倒更愿意去开它跑长途。最终慢慢的，我们家里的汽油车就一辆一辆的被淘汰，然后需要换车的时候，到年头了，车老了，车爱出毛病了，我就把它换成蔚来。